我们可以在脑海里做一个小实验。想象你正在完成一件事，比如做一道菜、组一个团队，或者维系一段关系。很多东西拿走之后，顶多只是变得不方便，或者少了点乐趣。但也有一些东西，一旦缺了，整件事就会立刻撑不住，再怎么补救也很难补回来。中文里有一个成语专门用来形容这种缺了就不行的关键要素，叫不可或缺。从用法上看，它的意思很明确，就是不能缺少，少不了。它常用来强调某个要素的必要性，尤其是那种平时不显眼，但一旦没有，就会让结果彻底变样的东西。比如做菜时的盐，它不会抢走主角的风头，分量也不大，但少了它，味道就会立刻变得寡淡，整道菜都不对劲。所以可以说，盐对这道菜来说不可或缺。再比如团队合作里的沟通，大家配合顺利时，很少专门谈它，可一旦沟通中断，小问题就容易被放大，甚至引发严重的误会和冲突。所以也可以说，沟通是团队协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不可或缺也常用来形容更抽象的东西，比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。平时你可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，但一旦信任破裂，关系很快就会动摇，很多话再怎么解释也解释不回去。于是我们会说，信任是关系里不可或缺的基础。有时它甚至可以用在一些不那么让人喜欢的经历上，比如挫折。没有人主动想要失败，但回头看时，你会发现许多能力和心态恰恰是在一次次碰壁之后磨出来的。于是你也可以承认，挫折是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这个成语提醒我们，重要的不一定是最耀眼的，真正不可或缺的，往往是那个默默支撑全局的核心条件。下次，当你想表达某个人或某件事不只是挺重要，而是少了就不成立，就可以用不可或缺。它传达的不是夸张，而是一种清晰的判断，这个要素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替代，